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佛禅。在生命的旅程中，年龄或许只是时光长河里的一个标记，而真正决定我们生活状态的是内心深处的力量与态度。倘若你已跨越75岁的岁月界限，却依然对以下3件事兴致盎然，那么恭喜您，青春的活力依旧在您的灵魂深处跃动。我们常常听闻这样一种观点，身体或许会在岁月的侵蚀下逐渐老去，但心态却能始终保持年轻。在生活的舞台上，不难发现，同龄人之间的状态却可能有着天壤之别，有的暮气沉沉，有的却朝气蓬勃。究竟是什么神奇的力量，能让一位老者绽放出青春的光彩呢？作家纪德曾感慨，我们的热情战胜了苦难，战胜了死亡阴影，向我们让步。每天早晨，我的快乐唤醒我黎明即起奔出去迎接这一天。回首往昔，那些充满热情的日子仿佛依然带着清新的气息，如同沾满露珠的花朵。显然，对生活保持炽热的爱是抵御衰老的强大武器，它能让我们随时调整状态，以积极乐观的姿态面对人生的每一个阶段。卫健委发布的统计公报显示，我国居民正常人平均寿命在75到80岁之间。这意味着，当我们步入75岁之后，已然站在了人生的一个特殊节点。此时，如果您依然对以下几件事满怀兴趣，就证明你还很年轻。如果您觉得本视频还不错，请点击订阅并给佛禅点赞，不要忘记分享给您的朋友，感谢您的支持。1. 注重形象管理，外貌年轻。电影《牧马人》中的许灵均本是城里人，却被命运安排到其连山脚下的农场放马。这突如其来的转变让他满心不乐意，每日愁眉苦脸，对家庭环境也毫不在意，邋遢之态尽显。然而，好心的牧民为他介绍了媳妇李秀芝，婚后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李秀芝将家庭收拾得井井有条，窗户上贴上自己亲手剪的窗花，还精心打理许灵均的穿着，让他打扮得体后再出门。渐渐的，许灵均仿若换了一个人，他开始哼着歌去赶马，曾经的阴霾一扫而空，那个充满阳光的牧马人形象令人眼前一亮。这一故事生动地展现了形象管理对个人精神面貌的巨大影响。教育家张伯苓曾说，人可以有霉运，但是不可有霉。这里的霉可理解为失去对生活的积极态度，而注重形象管理便是保持积极态度的重要体现。朱子家训中也提到，黎明即起，洒扫庭除，要内外整洁。这不仅是对家庭环境的要求，更是对个人生活态度的一种倡导。无论是家庭环境还是个人外表，形象管理都是实现年轻化的关键因素，甚至可以说具有重塑年龄的神奇魔力。一个注重形象的老人会在身材管理上下功夫，在众人都对身体放任自流时，他却能坚持锻炼、合理饮食，保持规律的生活作息。如此一来，身材始终匀称协调。这样的状态不仅让自己感到舒适自在，他人看到时也会不禁眼前一亮，在不经意间忽视其实际年龄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身材臃肿或比例不协调的人，形象管理所带来的差异一目了然。在衣着管理方面，3分长相7分打扮这句俗语道出了真谛。同样一个人穿着不同颜色和款式的衣服，所展现出的年轻程度会截然不同。出门前精心打扮一番，哪怕只是佩戴一些简约的饰品，都能增添自信，让人心情愉悦。这种由内而外散发的自信与舒适感，
正是年轻态的重要表现。面容管理同样不容忽视。一位主持人曾说，如果你来不及化妆，那就学会微笑。对于老人而言，即使物质条件有限，即使身体偶有不适，微笑都是最美丽且无需成本的妆容。一个爱笑的老人，面容上总是洋溢着优雅与温暖，仿佛春风拂面，让人感受到积极向上的力量。注重形象管理，从身材到衣着再到面容，每一个细节都是展现年轻态的关键要素。它不仅仅关乎外表的美观，更体现了一个人对生活的热爱与尊重，是我们在岁月长河中保持青春活力的秘诀之一。二，注重新兴事物，言行年轻。在生活的舞台上，我们不难发现，不同老人对待新兴事物的态度，犹如一道分水岭，划分出了不同的精神风貌与年龄状态。身边常常有这样一类老人，一开口便是想当年我如何如何，话题永远围绕着过去打转。他们沉浸在往昔的回忆中，讲述的故事如同古老的文物，虽有历史的沉淀，却缺乏新意，久而久之，难免让周围的人兴味索然。老生常谈这个词语，精准地描绘了这类总是活在过去的老人，也在无形中将他们定义为老态龙钟之人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，则是那些言行年轻的老人，他们宛如一群充满活力的探索者，怀揣着一颗如孩童般纯真好奇的心。好奇就像一把神奇的钥匙，开启了知识的大门，驱使他们对未知的世界不断发问为什么。正是这份好奇，赋予了他们强大的学习动力，让他们在岁月的长河中逆流而上，始终保持着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。2024中老年教育家增长蓝皮书中的数据显示，中老年人一年在学习上的平均支出为1200元。这一数据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数字，更是一种对自我提升的追求和对时代脉搏的把握。或许有些老人经济并不宽裕，无法购买昂贵的书本和课程，但这并不能阻挡他们学习的脚步。他们可以选择借书来阅读，利用现代科技，从手机上获取海量的新知识。学习于他们而言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一种与时代同行的姿态。曾有一段时间，78岁的王桂荣老人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，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学霸奶奶。回溯到上世纪60年代，她从学校毕业后进入阎良工行工作，在长达36年的职业生涯中，她斩获了无数荣誉。然而，她并未满足于过去的辉煌，而是始终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学习的热情。在工作期间，她参加珠算大赛并取得优异成绩。据说，每当听到有人谈论珠算，她都会停下脚步，全神贯注地聆听，直至散场。对她而言，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成为学习的课堂。退休之后，她依然坚持读书、写日记，积极投身于社区活动，为大家讲授党课，还成立了学习工作室，带领周围的老人共同踏上学习之路。他用实际行动证明，70、80岁的高龄依然可以成为被大家需要、尊重和敬仰的人。他的魅力并非仅仅源于丰富的人生经验，更在于他与时俱进的精神品质。在现实生活中，老人的许多焦虑往往源于对新兴事物的无知，比如出门时面对各种智能设备的扫码操作感到无所适从，就医时不知道如何在自助机上取号等。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却常常让老人陷入困境，心生焦虑。相反，
一个对新兴事物了如指掌的老人，在面对现代生活的种种挑战时，能够从容应对，生活自然变得轻松惬意，他们眉头舒展，内心安宁。这种积极乐观的心态，正是年轻的重要标志。紧跟时代步伐，注重新兴事物，不断学习和探索，是老人保持言行年轻的秘诀。它让老人在岁月的长河中，不被时代的浪潮所淘汰，始终绽放出青春的光彩，成为生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3. 注重爱好，培养精神年轻。当人生的旅程迈过75岁的里程碑，大多数人与生死的距离似乎在悄然拉近，然而总有一小部分人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，精心擘画着更为长远的人生画卷，立志要跨越90岁的高龄门槛。对于这些心怀壮志的老人而言，即便岁月的行囊已略显沉重，从70多岁起为未来10年乃至更长久的时光精心谋划，无疑是一场充满意义与价值的修行。毕竟悠悠10余载光阴，怎能在浑浑噩噩中虚度？当追逐财富的脚步渐趋迟缓，当宏大的商业抱负成为过去式，发展个人爱好便宛如一盏明灯，照亮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。作家菲利普斯曾深情地感叹，能利用空闲把它当成发展心灵的方法，并且热爱好的音乐、图书、戏剧、伴侣与谈话的人是谁呢？他们是世上最快乐的人。的确，爱好的力量是无穷的，它宛如一把神奇的钥匙，不仅能够开启愉悦自己的大门，让内心深处充满欢喜与满足，还为自我实现铺就了一条康庄大道。回首往昔，诸多伟大的艺术家最初不也只是怀揣热爱的业余爱好者吗？一位70、80岁的大爷，毅然决然地投身于音乐学习的海洋，凭借着对音符的那份炽热情感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璀璨的阳光。在音乐的世界里，他沉醉其中，忘却了岁月的流转，生死的界限在他心中变得模糊不清，因为他的心中装满了美妙的旋律，无暇顾及其他。同样，一位80多岁的奶奶，专注于手中的针线活，精心绣制每一朵花，每一针每一线都倾注着她的心血与热爱。在刺绣的过程中，她心无旁骛，那些琐碎的烦恼如过眼云烟般消散，只留下内心的宁静与平和。其实，爱好的范畴极为广泛，它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形式，为我们的生活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。对运动充满热忱，坚持规范有序地锻炼身体，不仅能强健体魄，更能在挥洒汗水的过程中感受生命的律动。对钱财管理抱有兴趣，以理性和智慧规划财务，实现经济上的稳健与自主。热衷于教育孙辈，与孩子们一同沉浸在书籍的海洋，携手探索世界的奇妙，在陪伴中收获无尽的欢乐与亲情，钟情于旅行，踏上不同城市的土地，领略各异的风土人情，用脚步丈量世界的广袤，拓宽心灵的视野，醉心于美食，品味人间烟火的酸甜苦辣，在舌尖上感受生活的丰富多彩。兴趣犹如一位无声的导师，引领我们在生命的长河中航行，为我们指引方向。古人云：心之所向，速履以往。我们的内心怀揣着怎样的热爱与追求，生命便会呈现出与之相应的色彩与姿态。让我们怀揣着一颗年轻而炽热的心，勇敢地直面时光的无情流逝，在岁月的磨砺中优雅从容地老去，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篇章。
退休是人生的新篇章，标志着我们告别繁忙的工作，迎来惬意的时光。在这个阶段，不仅要保持身体健康，更要滋养心灵。通过养成良好的习惯，我们可以让自己焕发青春的光彩。让我们一起发现这些习惯的美好，为退休生活增添更多的活力和欢乐。01饮食清淡，食以少而精，味宜淡而真。白居易诗养摄生说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在饮食方面应更加谨慎，避免暴饮暴食和大吃大喝，饮食宜清淡，多选择简单健康的食物。粗茶淡饭更有利于保持身心健康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尽量减少外卖的摄入，少喝饮料和奶茶，也尽量避免路边摊的小吃。自己买菜做饭，不仅能确保营养均衡，还能更好地控制食材的质量和烹饪方式。老年人味觉逐渐减退，容易偏好重口味和油腻的食物，但这些食物不易消化，需适度控制。清淡饮食应以谷物为主，搭配新鲜的蔬菜水果和适量的肉类，以满足身体对各种营养素的需求。正如古人所言，饮食的精髓不在于奢华的食材，而在于保持食材的本真和清淡的烹调。02减少物欲，孟子曰，养心莫善于寡欲，其为人也寡欲，虽有不存焉者，寡矣；其为人也多欲，虽有存焉者，寡矣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修养心性的最佳方式在于减少物质欲望。一个人如果能清心寡欲，即使有缺点，也不会变得太坏；如果贪得无厌，即使有优点，也会被缺点掩盖。年纪大了，退休之后要尽量减少对物质的追求，不要贪财，房子够住就行，不需要太大，装修也不必豪华，衣服能舒适保暖就好，不必追求名贵品牌，没有必要浪费金钱。成年人最高级的自律就是学会做减法。庄子在《逍遥游》中说，鹪鹩巢于林，不过一只；鼹鼠饮河，不过满腹。意思是，小鸟在树上栖息，只需要一根树枝；鼹鼠饮用河水，只要喝饱肚子就够了。古人早已教导我们生活的智慧，过多的物质对我们无益，越是优秀卓越的人，越追求简单的生活。他们从不被物质所控制，学会给物质做减法，真的会让我们的空间更有序，生活更自如。03保持锻炼。张华《博物志》中讲到，体育常少劳，无过度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人的身体需要持续的运动，但运动量要适度。运动是保持健康的关键，适量的运动可以使生活充满活力，提升免疫力，而过度运动则会损害身体。退休后，我们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，但仍要坚持锻炼。无论退休金多高，身体的健康都是最重要的。每天进行适量的运动，哪怕只是下楼散步或遛弯，也比整天待在家里要好得多。李爷爷每天早晨都坚持锻炼，无论是跑步还是打太极，他从不间断。他常说，锻炼让我觉得自己还很年轻，充满活力。锻炼是保持青春的秘诀，坚持锻炼，让身体健康，精神焕发。04保持欢乐，随富随贫且欢乐，不开口笑是吃人。白居易对酒五首其二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无论贫富，我们都应该快乐地度过每一天。如果一个人总是愁眉苦脸，那只是在浪费生命的美好。步入老年是人生的必经之路，面对身体和心态的变化，我们可以选择抱怨，但更好的选择是积极面对。许多老人在退休后容易变得消极，但实际上，晚年生活完全可以过得充实而快乐。
关键在于拥有积极的心态，心中若有一颗追逐阳光的心，人生就不会有难以承受的重负。正如俗话所说，笑一笑，是年少。王爷爷是社区里的开心果，总是带给大家欢乐。他喜欢讲笑话，做义工，帮助别人，也让他感到无比快乐。他说，保持欢乐的心情是年轻的秘诀，快乐的心态能够提升免疫力，促进身体健康。积极乐观的态度不仅能改善生活质量，还能让人显得更加年轻和充满活力。领悟学习新知，粗增大不过生涯。腹有诗书气自华，苏轼和董传留别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尽管生活中身穿粗布麻衣，但只要胸怀学识和涵养，气质自然会熠熠生辉。虽然年龄增长会导致大脑变得迟钝，但脑子越用越灵活，可以通过挑战记忆力的活动，如猜字谜、读书、学习、下棋或打麻将，让大脑保持活跃状态。那些活到老学到老的人，即使年纪大了，也不断学习新知识，紧跟时代步伐。他们时刻探索世界，了解未知。相反，有些人退休后整日待在家里，无所事事，认为不需要再学习，结果大脑变得迟钝，与社会渐行渐远。长寿的老人往往对各种学科和领域充满兴趣，阅读各类书籍、报纸、杂志，关注时事，积极参加讲座和研讨会。喜欢学习的老人能够与年轻人畅谈，了解现代年轻人的喜好，紧跟潮流，心态自然也更加年轻。退休后，保持饮食清淡，减少物欲，坚持锻炼，保持欢乐，学习新知，这5个好习惯能够让你状态越来越年轻。愿每一位退休的朋友都能在这些习惯中找到生活的乐趣，焕发出年轻的光彩。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我们用心去享受，让心灵永远年轻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希望能为您的健康生活带来启发。如果对你有帮助，不要忘记点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并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期待与您再次相遇。